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上海一位女客户婉莹在台湾生活的经历。婉莹和台湾男生阿林是通过我这个红娘牵线认识的，记得那是3年前的春天，阿林特地从台北飞到上海来相亲。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家精致的咖啡厅，阿林身高1.8米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样子，在台湾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。婉莹那时候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，性格开朗，工作认真负责。第一次见面，阿林就被婉莹爽朗的笑声和温柔的性格吸引住了。两个人从医疗行业聊到生活理想，从兴趣爱好聊到未来规划，竟然聊了整整3个小时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婉莹后来告诉我，阿林最打动我的是他的细心和体贴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记住了我爱喝的饮料，还特意问了我平时工作的辛苦之处，这让我感觉特别温暖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阿林每周都会从台北飞到上海来见婉莹，有时候是一起去外滩散步，有时候是去城隍庙品尝小吃。阿林总是很贴心的帮婉莹拍照，还会认真记录两人在一起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1个月后，阿林就在外滩向婉莹求婚了。他说，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很确定你就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婉莹被阿林的真诚打动，毫不犹豫地说了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婉莹说她特别感谢当初的决定，不仅找到了一个疼爱她的好老公，还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这让我这个红娘也觉得特别欣慰呢。这不，前2天她给我打电话，语气特别激动，丽姐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在台湾看病的经历简直太震撼了，和大陆完全不一样诶。这话可把我勾起兴趣了，我赶紧问，哎呀，快跟丽姐说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婉莹说，她前阵子感冒发烧，一个人去台北某医学中心看病，从挂号开始，她就被台湾医院的就医流程惊艳到了。首先，她拿着健保卡在自助机上刷一下就完成挂号了，根本不用排长队。更让她吃惊的是，整个候诊区域非常安静有序，每个人都在耐心等待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婉莹兴奋地说，叫号的时候，只有广播念一个代码，比如请 A123号病患至3号诊间，根本不会喊你的名字。这一点可把我感动坏了。在大陆看病，不是得把你全名大声喊出来吗？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听了也很感慨，确实，咱们内地医院总是人声鼎沸的，名字报来报去，想保护隐私都难。婉莹接着说，进了诊室更是让我惊喜，医生非常有礼貌，先是微笑着跟我打招呼，然后详细询问我的症状。整个问诊过程中，医生的语气都特别温和，也不会像内地医院那样急急忙忙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诊室里就只有我和医生2个人，不会有其他病人在旁边等着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婉莹继续说，开药的时候，医生会仔细解释每种药的作用和注意事项，问我有没有药物过敏史。拿药的时候，药师也会再次叮嘱用药方法。整个过程下来，我感觉自己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这确实是很人性化呀。婉莹说的更让我吃惊的是关于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，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观察到台湾的医护人员都不会有那种官僚作风，也不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护士说话都轻声细语的，就算病人问东问西也很有耐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全程没看到有人塞红包或者找关系，大家都是按照正常程序来。这时我很好奇地问，那医生护士的工作时间怎么样？会不会像咱们这边一样，动不动就加班到很晚？婉莹笑着说，这个就更让人羡慕了。台湾这边的医护人员都有很规律的工作时间，而且薪资待遇不错，他们不用像内地医院那样，又要处理繁重的医疗工作，又要应付各种人情往来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边有很严格的医疗纪律，如果收红包或者吃回扣，不仅会丢掉工作，还要负法律责任呢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啊。婉莹说的眉飞色舞，是啊，丽姐，在这边看病，你不用担心医生会乱开，检查项目多赚钱，因为健保署会严格审核，而且这边的医患关系特别和谐，医生会把你当成朋友那样交流，不会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
未完待续，这是第一部分，字数1523字。接下来我会继续写医院、职场文化、同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。需要我继续写下一部分吗？好的，我继续写第二部分，衔接上文。丽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婉莹压低声音继续说，我有个在台湾医院工作的姐妹，她告诉我台湾医院的职场文化真的很不一样。你猜怎么着？这边医院里完全没有什么办公室政治，不像咱们内地医院，动不动就要选边站队，看领导眼色行事。我一听这个可来劲了，哎呀，快给丽姐详细说说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婉莹说，首先啊，台湾医院的领导和下属关系特别平等，他们不讲究什么论资排辈，也不搞什么等级制度。就拿我那个姐妹来说，她是个护理师，告诉我他们主管平时都是直接叫名字，从来不用什么领导主任这样的称呼。开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这也太民主了吧，我感叹道，可不是吗？婉莹接着说，更厉害的是，这边医院的晋升制度特别透明，你只要认真工作，表现出色，就有机会往上升，不像在内地，有时候光靠努力还不够，还得看关系网络。而且台湾这边特别重视专业能力的提升，医院会定期组织培训，鼓励医护人员考取各种专业证照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的语气更加兴奋了。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这边医院特别注重员工的身心健康。我那姐妹说，他们医院不仅有固定的休假制度，还经常组织员工旅游、联谊活动。最重要的是，加班真的很少。因为台湾这边特别重视工作生活平衡，我不禁追问，那工资待遇方面呢？这个更有意思了。婉莹说，台湾医护人员的薪资构成很透明，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加给都明明白白的，而且他们有年终奖金，叫做年终奖金，一般是 1.5到2个月的薪水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根本不存在什么灰色收入，都是阳光收入。那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我继续追问。婉莹笑着说，医护关系特别和谐，医生不会对护理人员呼来喝去的，大家都是互相尊重，互相配合。而且这边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也很高，不会被当成医生的配角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们科室每个月都会办庆生会，一起吃蛋糕、聊天，氛围可温馨了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对了，丽姐，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在台湾医院，医护人员之间很少叫职称，都是直接叫名字。比如他们不会说张主任、李医师，而是会说小张、阿里，显得特别亲切。这种相处方式让整个工作氛围都轻松不少。我听得连连点头，这确实很不一样啊，感觉台湾的医疗环境更人性化。是啊，婉莹感慨道，在这边医护人员不用整天战战兢兢的，也不用担心得罪谁，大家都把心思放在怎么把病人照顾好上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边医院特别重视病人隐私，连病历都是严格保密的。如果医护人员泄露病人隐私，是要受严惩的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这种制度设计确实很人性化啊。婉莹接着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医疗系统最让我佩服的是它的监管制度。这边的全民健保署对医疗行为的监管特别严格，医院要是乱收费或者开不必要的检查，马上就会被查出来。真的假的？那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？我好奇地问。那可严重了。婉莹说，如果医院有违规行为，不仅要受到巨额罚款，还可能被停业整顿，医生个人也会受处分，严重的话还会吊销执照。所以这边的医生都不敢乱来，该查什么查什么，该开什么药开什么药，不会为了赚钱乱开检查。哇，这么严格啊，我惊叹道。婉莹继续说，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台湾这边看病取药特别方便，我上次感冒开的药，可以在任何一家特约药局领，不一定要在医院的药房排队。药局的药师也会很详细的解释用药方法，甚至会提醒你要注意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的语气更加激动了。丽姐，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细节，这边的医院和诊所都会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家特别照顾，有专门的志工来帮忙。我有次看到一个老奶奶坐轮椅来看病，志工全程陪同，帮她挂号、推轮椅、拿药，特别贴心。
我感慨道，这种服务意识确实很到位啊，可不是吗？婉莹说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医护人员特别注重与病人的沟通，医生问诊的时候都会耐心倾听，不会急急忙忙就把你打发走。就算遇到一些刁难的病人，他们也会很有耐心的解释。这让我想起在内地看病，有时候医生连正眼都不看你一下，问两句就把你打发走了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突然压低声音，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特别庆幸自己嫁来台湾，这边的医疗环境让我觉得特别安心。你想啊，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医院，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尊严，不用担心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。我听得连连点头，确实，医疗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活品质啊。对了，丽姐，婉莹补充道，我还发现台湾这边的医院很重视医学伦理，比如病人的病情只能告诉病人本人和直系亲属，其他人问都不能说。而且这边的医生会特别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不会擅自做决定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我感叹道，这就是真正把病人当人看啊。婉莹继续说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医院环境特别好，走廊宽敞明亮，到处都很干净。候诊区有舒服的座椅，墙上还挂着艺术画，让人心情放松。最重要的是，医院里特别安静，不会像内地医院那样吵吵闹闹的。说到环境，婉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，丽姐，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台湾的医院里设有很多人性化的小细节，比如说他们的洗手间特别干净，还专门有无障碍设施，病房里的床都是电动的，病人可以自己调整高度和角度，不用麻烦护士。我听得啧啧称奇，这些细节确实很贴心啊。是啊，婉莹感慨道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的医疗服务会享誉全球了。这边不仅硬件设施好，更重要的是整个医疗体系都很人性化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的护士每天下班都是准时的，医院有专门的排班制度，不会让一个护士连轴转，而且护士站的工作氛围特别好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助，不会推诿责任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感性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在台湾生活这几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真的很重视每个人的尊严，不管你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，都能感受到被尊重、被关心，这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我好奇地问，那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庆幸当初的选择？当然啦，婉莹笑着说，虽然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有不适应的地方，但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这里了，特别是看到这边的医疗体系这么完善，我就觉得在这里养老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你想啊，上了年纪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保障，在这边我一点都不担心。我顺着他的话说，确实，养老这件事情，医疗条件是重中之重啊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婉莹补充道，这边的医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制度，就是预立医疗决定。就是说，你可以提前告诉医院，万一以后你遇到什么重大疾病，要不要采取某些治疗方式，这样可以避免家属为难，也能尊重病人本人的意愿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叹，这确实是很人性化的设计啊。婉莹继续说，还有啊，这边的医院特别重视医患沟通，每个科室都有专门的志工，帮助解答病人的疑问。如果遇到需要做手术的情况，医生会很详细的解释手术的风险和注意事项，让病人和家属都能充分了解情况再做决定。这种透明度确实很重要。我点点头说，对了，丽姐。婉莹突然说，我最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这边的医生普遍都很注重病人的心理状态，他们不仅关心你的身体状况，还会关心你的心理健康。有时候看完病，医生还会叮嘱你要保持好心情，多运动，保持规律的作息。是啊，丽姐，婉莹感慨道，在台湾生活这些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的社会制度特别人性化，不光是医疗系统，包括公共服务、交通出行、环境保护，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人的尊重。这让我越来越确定，我这辈子就要扎根台湾了。听到这里，我特别感兴趣，那你现在完全适应台湾的生活了吗？当然啦，婉莹开心地说，虽然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，特别是语言方面，但是这边的人都特别友善，
就算我说话有口音，他们也会很耐心地听我说完。现在我觉得自己完全融入了这边的生活，甚至连一些台湾特有的用语我都学会了呢。我笑着说，看来你是真的爱上这里了。可不是吗？婉莹说，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的选择，虽然远离了家乡，但是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归属感，特别是看到这边的医疗环境这么好，我就觉得特别安心。我现在已经在想，等父母年纪大了，我就接他们过来养老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我附和道。婉莹继续说，而且你知道吗，这边的养老配套设施也很完善，不光是医疗保障，还有很多社区活动中心，老人家可以去那里参加各种兴趣班，认识新朋友。政府还特别重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，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活动。说到这里，婉莹的语气更加坚定了。所以丽姐，我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我这辈子就要在台湾了。虽然可能会想家，但是想到这边的生活质量这么高，特别是医疗环境这么好，我就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。我感慨地说，听你这么说，我都替你开心呢。是啊，丽姐，婉莹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，我还加入了社区志工团队，经常去医院当志工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。这让我觉得自己不仅是这片土地的居民，更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。最后，婉莹总结道，所以丽姐，我想告诉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来台湾的姐妹们，只要你愿意融入这边的生活，这里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，特别是医疗环境这一点，绝对让人安心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，但是慢慢的你就会爱上这里的一切。听完婉莹的分享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证了很多跨海婚姻的故事，有欢笑也有泪水。但是像婉莹这样找到归属感，而且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案例，真的让我特别欣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